嘿，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超有趣的话题——客语字。你是不是曾经看过这些字，然后心里默默想说，怎么看起来好像有点怪怪的？这句话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啊？搞不好很多人小时候都曾经这样想过。当我们听到家里的阿公阿婆用一种我们不太懂的语言在聊天的时候，那种感觉哇，真的很特别。而这种奇怪的感觉，特别是看到文字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想来好好聊一聊的核心哦。好，那我们就来深入探讨一下，为什么客语字会让人觉得怪？你可能会觉得啊，这不就是家里的小事吗？但你知道吗？这个问题严重到曾经在立法院都引起了质询。没错，你没听错，就在2006年，有立法委员真的就直接问教育部说：“哎，为什么我们的本土语言课本里面会放这么多大家平常根本没看过的罕见字？他们觉得这样学生根本学不来。”你看这件事情就完完全全反映出社会上对这件事存在一个多么普遍的误解。所以问题就来了嘛，这些被大家说是罕见或是觉得很奇怪的字，它们真的有那么奇怪吗？还是说，在这个奇怪的标签后面，其实藏着一个我们一直以来都没发现的真相呢？我们直接来看这一张对照表，一目了然。左边是我们很习惯的北京话，右边是客语。你会发现哦，明明是讲完全一样的东西，但他们用的词、用的字根本就不一样。比方说，北京话的“我”，客语是用 “a 眼”，锅子是“货仔”。更有趣的是，我们说的“跑”在客语里其实是用“走”这个字哦。想要搞懂这个现象，我们就必须先建立一个超级超级重要的核心观念。说真的，这个观念就是所有问题的答案。关键就在这，北京话和客语，它们虽然都算是汉语大家族的一份子，但它们其实是不一样的语言系统。这就好比是英文跟法文的关系，各有各的单字，各有各的规则。所以呀，一旦你明白它们是不同的系统之后，那用字不一样，不是就变得理所当然了吗？我举个有趣的例子哦，在客语里面，洗脸会说洗面，洗澡会说洗身。哎，那自然都有词可以用了，在客语的日常对话里，自然就很少会需要用到北京话里的脸和澡这两个字了。那反过来看，这里的字像是伪、弱、或、杠，对很多只会说北京话的人来说，哇，可能真的超级陌生。但这就完美的展现出语言的差异啦。这些字在客家庄里可是大家天天在用的生活词汇呢。好，既然我们都知道它们是不同语言了，那下一个问题就更好玩了。为什么我们通常会觉得其中一种语言很奇怪，但另一种就很正常呢？这到底是谁定义的？其实哦，这背后是一个社会结构的问题。你想想看嘛，当我们的教育系统、媒体新闻，一直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几乎都是用北京话在沟通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把它当成一个标准答案。那么，任何不符合这个标准答案的东西，就很容易被我们贴上奇怪的标签了。为了让你亲身体验一下，我们来做个小实验。如果你只会说北京话，你看看荧幕上这句扶老语，你可能会发现，里面每一个汉字，像是牛、翻身、严重，你都认得，但你真的能100%看懂整句话的意思吗？是不是有点困难？好，我们用一样的方式再来看看这句客语，是不是也一样的感觉？单看这些字，就算有些你好像看过，但整句话的逻辑和意思，对不是母语者的人来说，就像在解一道谜题一样。是不是看不懂？对不对？跟你说，这完全正常，因为你正试着用一套语言系统的逻辑去理解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系统。而你刚刚体会到的那种雾煞煞看不懂的感觉，其实就是很多客语使用者在面对一个全部都是北京话的环境时，天天都在经历的日常啊。好了，那在我们理解了这一切之后，我们又该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这些所谓奇怪的客语字呢？所以结论是什么？很简单，客语字它就是长这个样子，它一点都不奇怪，它只是跟我们习惯的北京话用字不一样而已。这不是一个缺点，而是一种语言它独一无二的样貌。我觉得原文里有段话说的特别好，也正是我们今天最想传达的讯息。如果你是客家人，就请你自信的、大大方方的把你语言里那些正确的字写出来。这真的不奇怪，也一点都不丢脸，因为这就是属于你自己文化最真实的一部分。所以今天最重要的一个观念是什么？就是语言的样貌本来就是各式各样的，
没有任何一种语言可以去定义什么叫做正常，什么叫做奇怪。每一种语言都有它存在的价值和美丽。最后，我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回去想一想：当我们理解了客语字的不一样之后，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回过头来看看，在我们的生活周遭，是不是还有其他同样被主流眼光贴上奇怪标签的语言或文化，正静静地等着我们去理解、去尊重呢？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见。